嗨，我是医务社公司安德鲁。安宁缓和医疗除了药物上的提供外，还有许多一般内外科病房不会遇到的治疗手法，为的是减缓病人打针吃药的痛苦。在照顾上，若能用一些物理性的技巧解决病人的不舒服，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依赖打针吃药，回家照顾的技巧就很高。如果可以透过家中有的物件就可以改善病人的不舒服，那么病人就不需要在医院里面等死，可以回到熟悉的家中，与家人聚在一起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因此在安宁里面有一套舒适护理，而这个护理的技术不是一个姓舒的人发明的，而是舒服的舒，合适的适，舒适的一个护理，帮助病人能够有一个舒适的环境。舒适护理对于安宁的护理师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，不过对于安宁不熟悉的人来讲，即便是专业人员也有可能会闹笑话。安德鲁社公司先来说明一下癌症末期的病人呼吸困难的一个问题。呼吸困难是病人一个主观的一个感觉，有一种吸不到空气，呼吸很费力，或者是急促的感觉。病人可能会这样表达：我呼吸很急促，吐气的时候吐不干净，然后呼吸很浅快，有一种窒息的感觉，或胸部有一种压迫感，然后吸气吸不饱等等。有可能这个是肿瘤造成的一个影响，也有一些是癌症治疗下面的一个副作用。有一天，我和我的同事去安宁病房探视一位住院的病人，这个病人呼吸非常的喘，非常的呼吸困难。有一位 RT 呼吸治疗师站在这个病人的身旁，当时的天气是冬天，非常的冷，加上医院病房的冷气真的是冷到不行。我这一位同事一进病房，看到他的个案盖着一个厚厚的棉被，然后他的床头还有一台小的电风扇对着他的脸吹。我这个同事就对他的个案说：哇，天气那么冷，冷气又那么冷，你还很热哦，盖着这么厚的被子，热到要用电风扇吹你的脸。这个时候 RT 有一点不知所措，不知道要怎样跟我的同事解释，病人也非常疑惑。我就立即跳出来跟我的同事说：不是啦，不是啦，不是这样子。这个病人因为他呼吸会喘，呼吸上有一些困难，所以用这个小台的电风扇吹他的脸，不是因为他太热，而是借着这个小电扇的风去刺激他脸上的三叉神经，对于他的喘有一些缓解的帮助。旁边的 RT 听了点点头。大家有听过三叉神经痛，但是很少人对于三叉神经有了解。安德鲁社公司就跟大家科普一下，大脑里面有12对神经，三叉神经是第5对的颅神经，在脸的两侧各有一条，分别掌管的各半边的脸，然后进入三叉神经的节，再进入到脑干。之所以叫三叉，是因为它有3大条分支，分别是
眼神经支、上颚神经支跟下颚神经支，而从上而下大略分布在前额、脸颊、下巴的区块。三叉神经主要有2项功能，第一个是运动功能，脸部的肌肉、表情、咀嚼、咬东西的表情肌是颜面神经管理，三叉神经负责咀嚼肌的相关肌肉。第二是感觉功能，也是三叉神经中最重要的一个功能，包括脸部肌肉的本体感觉、触觉、温度觉以及痛觉等脸部所有的感觉都由三叉神经管理。通常我们在病房对于呼吸困难的处理照顾有以下几种方式。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使用氧气治疗。第二个就是针对癌末的病患用小电风扇刺激面部的三叉神经，进而改善喘的感觉。这个部分就是刚刚讲的那个事情。第三个是用药物做治疗。呼吸困难的药物治疗大致上可以分2个大类。第一个是直接治疗疾病的部分，就是减少呼吸困难的症状，譬如说使用类固醇啊、支气管扩张剂啊、抗组织胺等。第二个是缓解的症状，例如使用鸦片类的药物。接下来还有就是使用拍痰的技巧。第5，练习抿嘴呼吸与腹式呼吸，大家可以跟着练习，先吐气，然后用鼻子吸气，同时腹部会逐渐的膨出，吸到极限的时候，再把嘴巴撅起来或嘟起来，慢慢的吐气，腹部也随之渐渐的回收。那我们现在可以来做一次，用鼻子先深呼吸，肚子膨出，吸到满的时候，嘴巴嘟起来，慢慢的吐气。吐完之后，肚子就消回去了。这个部分有些名医在 COVID-19 的时候，针对血氧掉的时候，有人说，有医生说，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，让血中的氧气的浓度可以提升。但是我是没有试过啦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第6，舒适的摆位。可以使用坐姿或半坐卧的方式，让身体向前倾，或者是趴在桌上，像国中的时候午休的时候趴在桌上睡觉一样。那可以用各式的枕头做支撑放松，那以便于调整呼吸。不过说到这一个，如果你喘的时候，可能也很难躺平睡觉，多半有气喘的病人或呼吸困难的病人，晚上大部分都是半坐卧的方式进行睡觉休息。第7，可以提供灵性或心理的支持，使情绪压力得到宣泄、抒发与陪伴、倾听，减低焦虑或者恐慌。以上方法对于肺部疾病的病人
有些也可以适用。我是医务社公司安德鲁，我们下一次见。